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 Miko， 今天来教大家制作这款复古年华系列短款格纹小熊开衫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开衫有3个尺码，钩织方法相同，分为后片、右前片、左前片、袖片、袖口、底边、门襟、纽扣、领子和装饰这几个部分。衣服的左右都是指衣服穿着时的左右，先分别钩织后片、左右前片和袖片，然后将它们连接，接着制作袖口、底边、门襟和领子，并安装纽扣，最后钩好装饰并固定。装饰的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固定。教程以小码为例进行讲解，其他尺寸参考视频演示，对照图解钩织。先学习后片的钩织，来看成品。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后片分为1区和2区。先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2区在1区上往返钩织，两边镀线形成斜尖，内侧减针形成领窝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中长针、短针、引拔针、长针3针并1针和长针减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棉线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颜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针，左手挂线，右手持针，先打一个结，这个结不算1针，稍稍拉紧，下面开始钩锁针，1、2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这里我小样起针数较少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1行，先另3锁针算作1长针，接着调左侧第5个锁针，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。1、2、3、4、5，第5个锁针，挑上方的半针钩长针，后面继续挑相邻锁针上方半针，一一对应钩长针。钩完最后1针，第1行结束。来看一下织片，长针正面的纹理清晰，反面纹理模糊。将第1行长针
为正面的这一面作为制片的正面，起针的线头在左手边。接着钩第二行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算作一针长针。对应下方这个针目，逆时针翻转织片，往下挑针目，注意不要挑错针目。继续一一对应钩长针。最后一针钩在起立针上，1、2、3，也就是这一针上。反面的话是这里。第二行就钩好了。往后剩余行对照图解来回往返钩织对应针法，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。到这里，1区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完成了1区的钩织后，继续钩2区。我用这个小样来讲解，小样的钩织行数较少，是演示方法。先来钩第一行，这里我们需要调整起始位置，用度线的方法调整。先拉大线圈，然后将线团从线圈中穿过，稍微拉紧线头，钩针穿入对应针目，我这里是4针，1、2、3、4，左手挂线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注意，这里的度线不要拉得太紧或太松，保持织片平整即可，这样线头就调整到了起始位置。这就是度线的方法，其他尺码请按照各自图纸上具体的度线位置来度线。往下继续钩织，钩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下一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然后是2个中长针，接着钩对应针数的长针，然后是2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。第一行完成，后面按照同样的方法度线，对应图解上的针法钩完第4行。接下来钩第5行，从这一行开始分左右两边单独钩，先完成右边，不要忘了度线。
我想让这里入针位置随意。钩一锁针起立，然后一短针，2个中长针，接着钩对应数量的长针，钩完长针后，这里需要钩一个长针3针并1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左侧针目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接着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穿过，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重复2次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性穿过钩针上的4个线圈，一针长针3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第5行结束。下面来到第6行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算作一长针，翻转织片，然后钩完对应针法。预留5厘米左右断线，自行藏好线头，右边就钩好了。接下来是左边，这一行需要重新接线起针钩织，对照图解找到起针位置。我想让这里位置随意，拿出线，绕圈，拉出，立3锁针起立，作为一个长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减针，先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注意起针的线头要放在钩针上方，钩织的时候包裹住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性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，一针长针减针就完成了。后面大家参考图纸钩织对应针法即可，动线的方法前面也演示过了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它们钩完。最后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自行藏好线头，左边就钩好了，2区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学习右前片的钩织方法，来看成品。同样分为1区和2区，
其中一区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；二区右侧减针形成领窝，左侧渡线形成领尖。整体通过横向渡线的方式进行换色，形成格子花纹。格子花纹一共用到了2种颜色，将它们命名为线1和线2。请看我演示。大家先按照图解钩完第一行，在第2行的时候出现了横向渡线换色的情况，先钩完线1对应的长针。钩到最后一针时，钩织未完成长针。线1暂停钩织，换线2完成这个长针。继续钩织长针。将暂停的线1和线2接线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包裹。线2钩至最后一针时，钩织未完成针。线2暂停，左手挂线1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换色之前要把线拉直，保持织面平整。然后钩出线1，完成长针，继续用线1钩织，注意包裹住线2。这就是横向渡线的方法，后面按照相同的方法对应图解换线钩织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一行的结束针是一种颜色，下一行的开始针是另一种颜色的时候，最后一针也要织未完成针。我想要这里最后一行是线2，接下来要换线1，先钩一个未完成长针，线2暂停，换线1，完成这个长针。用线1立3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钩织长针，不要忘了包裹线2。到这里，横向渡线的难点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用前片1区剩余行来回往返钩织对应花样，
二区在左侧渡线形成领尖，右侧减针形成领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渡线的时候要将线1和线2一起进行渡线，待到下一行继续换色钩织。渡线的方法与后片类似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。到这里，右前片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左前片，来看成品。左前片与右前片对称，同样分为一区和二区。一区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二区在左侧减针形成领窝，右侧渡线形成斜尖。这里用到了2个新针法：长针一针与2针的右上交叉针，长针一针与2针的左上交叉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钩织方法。大家对照图解自行钩完第一行最后一针时，钩织未完成针。线1暂停，换线2。完成这个长针，钩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翻转织片来钩第2行。第2行在织片的反面钩织，将线1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，剪断。把线1和线2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包裹。这一行出现了新针法，先对照图解钩完对应针数的长针。我小样这里针数随意。然后开始钩一个长针一针与2针的左上交叉针，也就是左侧一针在上方。由于这里反面钩织，要按照正面时的纹理来钩织，也就是右侧一针在下方。钩针绕线，跳过这一个针目，钩一针长针，继续在左侧钩一针长针，绕线，从下方穿入第一个长针的右侧，再从织片上面穿入跳过的这一针目，绕线，拉出。这种钩法更加方便钩织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织一针长针，一针长针一针与2针的左上交叉针就完成了。翻转织片，可以看到左侧一针在上方，
接下来钩一个长针一针与两针的右上交叉针，即右侧一针在上方，同时也要按照正面时的纹理来钩织，也就是左侧一针在下方。绕线，跳过前两个针目，钩一个长针，可以钩织的松一些。钩针绕线，从上方穿入长针的右侧，再从下往上穿入跳过的第一个针目，绕线，拉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一个长针，继续在第二个针目同样的操作。一针长针与两针的右上交叉针就完成了。翻转织片验证一下，右侧一针在上方，后面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。第二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3行，这一行是正面钩织，对照图纸钩完对应针数的长针。然后钩一个长针一针与两针的左上交叉针，钩针绕线，跳过前两个针目，钩一个长针，可以钩得松一些，绕线，从下方穿入长针的右侧，再从织片上面穿入跳过的第一个针目，绕线，拉出。钩针上现在有3个线圈，织一针长针，第二个针目也是同样的操作。一个长针一针与两针的左上交叉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一个长针一针与两针的右上交叉针，钩针绕线，跳过一个针目，钩一个长针，继续在左侧钩一个长针，
绕线，从上方穿入第一针长针的右侧，再从下往上穿入跳过的这一个针目，绕线，拉出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一长针，一针长针一针与2针的右上交叉针就完成了。后面继续对照图解把这一行钩完。第3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依区剩余行来回往返钩织对应花样。2区通过渡线和减针形成领尖和领窝，渡线的方法与后片类似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。到这里，左前片的讲解就结束了。接下来钩织绣片来看成品，分为左绣片和右绣片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往返绕圈钩织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来制作右绣片，记好对应的锁针针数，我想让这里针数较少，然后钩针穿入第一个锁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起针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织第1圈，先立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后面钩织对应针数的长针，不要忘了包裹线头。最后一针长针的时候，钩未完成针，线1暂停钩织，换线2，完成这个长针。用线2与第1针长针针目引拔，拉紧，第1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同样立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翻转织片，这一圈在反面钩织，对照图解钩织相应颜色的长针，不要忘了包裹线头和暂停编织的线1。完成最后一针，引拔。
第2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圈，同样立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翻转织片。这一圈在正面钩织，继续对照图解钩织对应颜色的长针。织完最后一长针，硬拔。第3圈就完成了。剩余圈操作类似，大家对照图解就这样往返圈钩，把袖子完成。到这里，右袖片的讲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左袖片，同样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往返绕圈钩织，注意第2圈要换色。具体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。完成后正常断线，在织片反面藏好线头。到这里，左袖片的讲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要把袖子前后片连接起来，来看成品。先把前后片肩部连接，然后安装袖子，最后连接身体侧边。首先连接左右前片与后片的领肩部分，先将后片与前片正面相对。肩部对齐，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的边缘几根线，以一短针2锁针的规律钩织连接。往下我提供一个钩织短针和锁针连接织片的方法，注意视频主要演示方式，实际短针之间是钩2锁针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，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，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一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肚线，将肚线包裹进去。
拼接就是交替钩一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完成后断线。此时前后片肩部连接就讲解完成了。绣片的连接方法和肩部相同，先将绣片与衣服的正面相对，钩针引拔针的那一侧放在腋下，然后用几个记号扣固定好连接的大致位置。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绣片与身体连接好。接下来连接左右前片与后片的侧边，将前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朝外重叠放好。钩针穿入2个拐角位置的起针处，也可以从腋下开始。接好线，立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一短针，2锁针。后面的连接方法与肩部相同，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视频，按照1短针2锁针的规律连接两侧。到这里，连接的讲解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织袖口、里边和门襟。来看成品，我们先钩织袖口，沿着绣片绕圈钩织，这里用到了长针的正拉针、长针的反拉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下面开始钩第1圈，这里我用绣片的小样来演示，针数较少。我们找到起针圈引拔的位置入针，立2针锁针起立，作为1针长针的正拉针。接下来要钩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钩针绕线，在织片上方将钩针从绣片第1圈对应的长针右侧穿入，向外挑起这个长针，左侧穿出，钩针绕线，拉出，将线圈拉长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1针长针。1针长针的正拉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一个长针的反拉针，钩针绕线，在织片下方将钩针从长针的右侧穿入，向外挑起这个长针，左侧穿出，绕线，拉出，将线圈拉长。此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1针长针，一个长针的反拉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要钩一个特殊的长针的正拉针减针，也就是钩针同时穿入2针钩1针长针的正拉针。钩针绕线，在织片上方将钩针从长针的右侧穿入，向外挑起2个长针，左侧穿出，绕线，钩出，将线圈拉长，钩1针长针，一个特殊的长针的正拉针减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参考图纸将这一圈钩完。
完成后在起立针上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勾完了。第二圈也是对照图纸不加不减勾完这一圈。完成后在起立针上引拔，拉紧，第二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勾第三圈，先立2个锁针，作为长针的针拉针，然后勾一个长针的针拉针，一个长针的反拉针，接下来要勾一个特殊的长针的针拉针减针，这里我们是要略过中间的这一个针目，将这2个长针一起拉出勾一个长针的针拉针，钩针绕线，在织片上方将钩针从长针的右侧穿入，向外挑起这个长针，左侧穿出，略过这个长针，再穿入相邻的这一长针，绕线，拉出，将线圈拉长，勾一针长针，这个特殊的长针的针拉针减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参考图纸将这一圈勾完。勾完最后一针，在起立针处引拔，拉紧，第3圈就勾完了。剩余圈数大家对照图纸不加不减，按照针目正反拉针交替向上钩织即可。完成后正常断线，在织片反面藏好线头。到这里，袖子的讲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底边和门襟，来看成品。先钩织底边，再钩织门襟，最后缝合纽扣。沿前后片第1行长针来回往返钩织，钩织的方法与袖口相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每一行最后一针钩中长针。底边完成后，来钩左右门襟。先沿每一行侧边对照图解钩一行对应数量的长针。从第2行开始与底边钩织方法相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右门襟需要在纽扣的位置钩一锁针开扣眼。大家对照图纸钩织相应针法即可。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片钩时正面正拉针钩反拉针的针法，反拉针钩正拉针的针法。这个就是片钩正反长针正拉针的效果。接下来要在门襟对应位置缝合纽扣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纽扣的缝合方法。剪取但依附钩织剩余的线头，穿入缝合针，将针从织片的反面穿入对应位置，
预留一些线头，穿入扣子，在这个位置缝几针固定。将爱心的方向摆正，完成后，将首尾的线头打一个死结，然后自行藏好线头，这颗扣子就缝好了。往下按照相同的方法缝合其余的扣子。到这里，里边门襟以及缝合纽扣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制作领子，在右门襟的拐角处开始挑针。大家对照图解，在相应位置购置对应数量的短针和锁针，并保持织片平整。挑针完毕后，来回往返钩织，钩到相应行数时，要在领口的两侧各剪一针。完成后正常断线，在织片的反面藏好线头。到这里，领子的讲解就完成了。